哇塞，这个辐射值下水管道的数值特别高。今天测到的最大值是11.61。日本福岛听起来就非常神秘而危险，不管是2011年的9.0级大地震而引发的核泄漏，还是2023年的核废水排海计划，都让日本这个县让人望而生畏。地震爆发14年了，究竟日本的核辐射还严重吗？已经恢复如初了吗？今天这个视频是一趟核辐射之旅，带你走进距离核电站最近的小镇双叶町，感受核泄漏的摧毁力度。明知有辐射还去日本旅行，这个被遗忘的日本小镇，你敢跟我去看一看吗？众所周知啊，在2023年的时候，日本开启了核废水的排海计划，这个计划呢，预计要排30年的时间。另外啊，在12年前，日本发生了核电站爆炸。那么12年后的今天，当地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？带着这些疑问，今天我们要开启核辐射之旅。那么除了我自己之外呢，我今天还带了一个秘密武器，噔噔噔噔，核辐射检测仪，它将精确地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一些辐射值。新的冒险即将开始，咱们走起！现在我们要离开仙台市，前往核电站爆炸的时候最近的一个县——双叶县，去那里看一看。我们要先前往原之町，然后再去双叶町。提着大包小包，不知道位置。开机。现在的数值是0.07微西弗，看到这个数值吗？0.07微西弗，在国际上面，包括在日本呢，就是日常的安全值，就是你生活这个环境，大概是0.1微西弗到0.2微西弗。这样呢，你一年的储存量大概是1毫西弗。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，民航高空飞行，它达到了3微西弗到5微西弗，也就是说是日常安全值的30倍。而医院检查室的 CT 检查，它在瞬间的值可以达到7000到1万微西弗每小时。离福岛第一核电站越近，我的心情越加复杂。这是一个很少游客到达的地方。我们总说旅行是为了寻找真相，而真相往往带点残酷。现在咱们离福岛第一核电站越来越近了，心里越来越害怕。双叶县这个县城距离核电站只有2-3公里的路程，特别的近。看一下我们的辐射值还是正常的，0.07，这个辐射值甚至于比我在福州还要低。现在到的是一个中转站，日本的原之町。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了，我们在这边得等1个小时的车，1个小时之后再坐一站到双叶县。现在的辐射值是略高了一点，来到了0.10微西弗。这辆车到达双叶，我经常扛了半天之后上来，发现有电梯。そうそう、こっち側に、こっち側に。This car? あ、これです。Okay. Thank you. 辐射值一旦超过一定质量，它就会报警。这个车站呢，目前看起来是一个无人值守的车站。我们上去看看，还在安全范围之内啊。这个车站完全没有人。我们看到上面会有一个显示器，写着0.079，跟我刚才看到的0.08数值非常接近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列车的时刻表，这里有一个服务中心，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把行李寄存。Excuse me, can I back it here? Close at 5 o'clock. Okay. Okay. 我们来看看这个服务室啊，它应有尽有。这边还有一个
饮料售卖机，还有免费的水、微波炉，非常好啊。然后还可以寄存行李，非常方便我们来探险。然后看一看这里啊，这里是就是来探访的人，如果有一个国家过来的话，就会贴上一个红点点。你们看，我们中国过来的已经第3页了。我写上我的小名，我看到好几个是 Hong Kong 来的，还看到的乔什磊儿也来了。然后这边是他们日本当地人来这里的。智能居住的地方就是这个绿色的部分，它只占了整个厅的15%的。这个是解禁的区域是吗？对，绿色是解禁的区域，然后灰色的那边呢，就是叫中间储藏设施，它是放那些就是除染。有那些污染的土壤什么的一个集中处理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是不能进的，也不能住，能住的只有绿色的地方。就是这里。所以白色的地方还是叫归还困难区域，就是也不能进，因为那里的这个限量就是辐射那个限量还是很高。然后粉色的这个区域就是说原来是有住家的，然后政府呢现在想从这个粉色的区域开始，就是比如说在这里有人住，然后就从这里开始把这个地方除染，就是弄到可以住的一个程度。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住民如果是提交这个申请，然后政府来给你除染，就是一点。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，然后政府就会帮他们去除这个污染。对，有一个叫做双叶后生病院的地方，然后那个地方呢，就是当时在核爆炸的时候，大家就是紧急输送嘛，然后这个医院因为有很多那些就是要插管的病人啊之类的，就是不能自己移动，所以说就留在那里了。然后后来就是政府派了一些直升飞机啊什么来给他们转移，但是说因为老人比较多，然后已经不能自立的人也比较多，所以说在这个转移途中的话，还是有很多人牺牲了。然后那个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。对，但是那个地方现在就是不能进，因为只能在外面看一下。那也不错，那也不错。对，就是现在也是废墟那种样子。对。对，这条路呢是当时的一个叫商店街，是最繁华的一个街道。但是现在就是也是没有回来。对，可以感受一下。可以。我很感兴趣，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啊？因为我本身在辅导大学上学留学，然后本来学的就是地域振兴。对，就是说灾后振兴这方面的。对，本来就是学的这个。对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还有几张。太好了。可以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遇到了咱们中国人，他是这里的一个留学生，在辅导大学上学，然后毕业之后呢，就来到这里了。有了车，咱们就方便很多了。要100日元，这里塞进去吗？没错，然后这个拔出来。我们有车了，我们有车啦！在2011年的3月11日，在这里爆发了日本的9.0级大地震。这个地震呢，引发了15米的海啸，核电站全部都断电，并且核反应堆熔毁。在国际上面把这个事故等级评为最高等级的7级。在日本的数据里面这里的放射性物质释放为切尔诺贝利的10%到40%。当海啸警报响起的时候，这个小镇就停留在了那个时间点。大家看地图可以看到，现在我们在的双叶县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福岛第一核电站，这里的距离还不到2公里。往这条路下去是当时的商业街，这个就是刚才美女说的在双叶町的第一家餐厅。现在挖掘机正在清理垃圾理发店。看到这个时间了吗？就是当时地震海啸发生的时候，时间停留在了这个点。朋友们，现在的数值开始飙升了，0.44。这个以前是消防队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里面
但是在马路上呢，它的数值又恢复的比较正常。这是一个以前的咖啡馆。OK， 哦，阿里嘎多。在商业定期行的时候，经常会有道路封闭的情况。这里很多地方目前仍然是禁区。这栋房子像是有人在居住了，门口还停着一辆车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人居住的区域的辐射值。这里是明显是被清除过的，所以它的辐射值比较低。这里可能也是在做一些清除工作，什么解体什么东西。很难想象，离地震爆发已经有14年了，而这里的清理工作仍然没有结束。刚才就在我骑车的路上，这里警报响了，我不知道是在哪里响的。而在我骑行的路上，测试仪不断地发出警报。双叶后生病院，就是当时核爆炸发生之后来收治病人的一个地方，现在依旧是废墟。来到这里之后，骑在这条街上，就跟鬼城一样。我第一次探访这样的一个地方，解体作业中，我猜啊，可能就是在清除当中，可能这里很快就要恢复了。这个地方，我发现了一个现象，下水管道的数值特别高，已经到了0.36、37。下水管道是排放污水的地方，说明啊，这里的污水还是有比较多的核辐射。就在我骑行的时候，警报又响了。0.75、0.7。这个地方相当高啊，朋友们，这是旁边的一个土堆，现在已经到达了0.7、0.75、0.78，已经开始准备报警了。哇塞，这个辐射值，它开始报警了。哇塞，这个值好高。他们街道上面被清理掉的地方啊，数值是比较低，但是呢，像这些。就是路边的一个土堆，我们把仪器往上面一放，数值就非常高。可见辐射污染物是一个相当难清理的东西。日本政府已经花费了30万亿日元来治理污染物，但是现在辐射值仍然很高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朋友们，又报警了，在这儿，双叶町青年妇人会馆，也是一个废墟。自动贩卖机的饮料，这里面的饮料是14年前的饮料。这里的数值相当高啊，它这是官方测的数字，这里是1.0微西弗。双叶不动产，可能这块地方已经被清理了，所以这块地方呢是可以建房子的。这里的数值都在0.8，是安全值。这是一户普通人的家，看一下数值0.3。天哪，触目惊心，很多东西停留在了那个时间，很多人的生命也停留在了那个时间。其实这里的景色还是挺好看的。如果没有那个事故的话，你们看这里多美啊！前面是他们一个种农作物的地方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辐射值，看到了吗？0.3，这个就是美女跟我介绍过的，他们这边的第一家工厂，专门生产毛巾的。这里的核辐射数值特别低啊，0.10，非常的安全。这边是一个工厂区，就是有好几个工厂放在这边建厂。这一路上我的警报器会不停地响，大概的数值都在1到2之间。这里多么好的风光啊！在快靠近核电站的地方呢，他们会被围起来，就是禁止通行。
刚才报警了，数值有2点多微西弗呢。1.4。就在这一片区域测得当天最大的辐射值是11.6微西弗，相当于正常值的100多倍。我看到这边种了好多小树，每一棵树上都绑着一个红丝带，可能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吧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小学，当时地震爆发的时候，还有学生在这里上课呢。5 minutes, okay? Please. Okay. Okay, okay, thank you. I come from China, so far away from here. 哎呀，我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机会看5分钟，我们要速战速决。已经被毁坏成这样子了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教学楼。时间定格到了3月11号。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重振。刚才我骑车在这外面的田野里面，这个警报频繁的响，但是呢，现在我来到这个学校。它在数值已经在一个安全值的范围内。现在这里啊，作为一个遗址，是供游客过来参观的。我不知道这个灾难算是天灾还是人祸。你说是天灾吧，9.0级大地震确实是天灾，但是如果人类没有建核电站的话，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伤害。不过我觉得还是利用干净天然的能源，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吧，比如风能、水能。可能会更好一点，而且这个地方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重振。如果是地震的话，可能过个1、2年就可以修复好。但是如果是核爆炸的话，这个污染要清除需要好长的时间。你看现在过了14年，刚才检测的时候这个警报器已经不停的在发出警报。据说日本政府是花了非常多的巨资来清理这里、修复这里，但是呢，现在就是依旧还有这么多的残留物。我正在努力的踩着单车，现在时间只有15分钟，还有3.8公里。终于在最后1分钟拿上了我的行李。他们可能就是要等了我1、2分钟，哇，骑得我累死了，相当于跑步跑了5公里，而且还是加速跑的那种。因为这个地方完全没有酒店，住宿非常不方便，所以要么你是把行李寄存，然后简单的逛一逛，要么你就带个帐篷来，在这里搭帐篷。我们的核辐射之旅还将继续，下一站我们将前往他们的福岛县城，去县城里面看一看。现在我们到了盘城，它是福岛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城市，所以我们来解密一下福岛的城市是什么样子，还有它这边海鲜是怎么样子的。这个就是福岛的比较大的一个城市盘城。朋友们，我有点不敢吃这的海鲜了，你们说能不能吃啊？日式的居酒屋，又在便利店买了一大堆东西，买回酒店吃。我琢磨着就不想出来了，所以在酒店里面吃就算了。这种小巷子是非常典型的日式，都是那种不高的矮矮的楼。然后呢，旁边有一些停车位。ルームナンバー707。
So what to breakfast? 6 Oh. 9. 这家酒店它是有大浴场的，有一次性的东西可以拿，头梳拿一个，然后拖鞋、抹茶，抹茶多拿2包。这也是一个日本的快捷酒店，来看看福岛的快捷酒店，也是这么小的，然后有一个小桌子。他们这儿的酒店再小都会有冰箱，大电视斜着放的，马桶都没地方放了，斜着放的，然后小小的洗脸盆，就是感觉他们这儿虽然小，但是啥都有，而且你看这个洗面台也是挺干净的。日本的酒店很好的一点是它没有多余的柜子，它不做柜子的，它就放这个挂衣服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酒店来讲特别实用，因为如果你做柜子的话，经常有的时候会因为衣服在里面而忘记拿出来。这家酒店我预定的价格是298人民币，也就是300人民币了。你们觉得贵吗？其实相比日本来讲啊，这里已经算是比较便宜了。后面去到东京，真的是会呼吸的痛。这边有个数据很有意思，他说辐射区域野猪的数量激增300%。很多人就会问了，是不是核辐射产生的变异？其实是在核爆炸发生之后，人类撤离了那一片区域之后呢，所以呢，野猪的数量产生了激增。现在的核辐射数值是0.1，你们还记得今天我走在他们的街道上面核辐射的数值吗？最高的时候到达了10。当然那只是一瞬间，非常短的那一瞬间，就在那所学校的前面那一块土堆上面，看到这个最大值，今天测到的最大值是11.61。那时候我骑车经过的时候，这个警报响了，我一看，哇塞，10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把它拍下来，因为我注意到的时候，它的数值已经在下降。很多地方警报响的时候也有1到2。都是这个现象是非常经常的。而国际安全值、日常安全值呢是0.1到0.2。所以呢，其实日本政府其实一直在鼓励大家迁回双叶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环境它并没有很好的改善，并没有完全的适合人类居住。这边不建议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辐射值的量还是有一点大的。不过呢，大家也可以放心，虽然呢今天我有经过了几个辐射值特别大的一些地方，但是那只是一瞬间的值，而这个仪表上面显示的我的累积辐射值的一个存量呢并没有超标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